1940年秋天的成都，天成铁路局在修建防空洞的过程中偶然间发现了一座古墓。当时的四川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先生得到通知以后，带人赶去查视，初步确定为疑似汉唐古墓。那么经过协商之后呢，铁路局先行停工，由冯汉骥主持对古墓进行了视觉。现场围观的群众当中有2个学生，发现有彩绘的石人像被抬出来，又发现挖掘的现场有外国人。这俩学生就琢磨着别是老外来偷咱国宝吧，随后就给举报了。当地的乡公所接到群众举报之后，不由分说来到现场，勒令停工，并把一众考古人员给押回盘查。事后经过解释呢，才知道感情这会儿人家真是考古的，包括那2个外国人也是协助视觉工作的留学生。考古挖掘由此得以进一步开展。那么经过鉴定呢，这是5代时期蜀国皇帝王建的俑陵。经过前后2次发掘，先后出土了王建造像、兔首龙身的饰宝、各式银器、铁器等等数百件文物。当时恰逢社会局势比较动荡，这些出土文物悉数运回了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和登记，墓室呢也只能封闭回填，直到1979年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再后来呢，王建墓升格为了俑陵博物馆。感谢您来到烽火赵东南，这是漫聊5代十国的第8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今儿咱们来聊点教科书上没有的。唐末5代这样一个乱世原有的社会秩序架构被彻底打乱，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战争和杀戮，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开始有了机会逆袭。那么5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的太祖朱温就是出身于乡野底层。类似于朱温这种出身的帝王，在5代十国其实非常的多。譬如我们今天要和您聊的这位雄踞3川的前蜀开国皇帝王建。死后被谥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的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这个许州在哪儿呢？就是3国年间曹操的大本营许昌，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王建的祖上世代以丙师为业，早年还稍微有点家财，等到王建长大一点之后，家境越来越不好，以至于他的父亲早早离世之后，王建只能独葬其父，一个人找了个地儿，挖了个深坑，让老爹入土为安。过早的步入社会，并且双亲早丧，王建也因此没接受过什么教育，甭提中学了，就是连小学他可能都没上过。咱们就事论事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因为就是这么一位目不知书的人物，却也开创了一番宏图伟业。新5代史说他龙眉广嗓，壮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犯私盐为事，里人称之为贼王八。屠牛盗驴犯私盐都是实情，但是贼王八之称却是毫无根据。欧阳修注重文辞和道德评价，写成了新5代史，但是真实性和客观性有着明显不足。对于王建的早年经历和评价，就有很多失实的地方。参看王建的有关史料，所谓王八的称谓，更大的可能是王建本人的排行，而并非骂人的话。全蜀艺文志收录后梁太祖朱温在写给大蜀皇帝王建的书信中，尊称王建为皇帝八兄。旧5代史中，田令孜曾向陈敬轩说王八无子也。说着家境贫寒，斗大自认识不到一筐的王建，长大以后在偷鸡摸狗不务正业方面的确有着很高的造诣，甚至和许州另一个江湖大哥晋辉合作建立了一个横行许州、蔡州等地的犯罪集团。该集团以盗窃为主营业务，偶尔对周边产业也有所涉猎，比如打劫。哥俩估计是对日常业务感到局限和不满，于是瞅准了一个大户人家，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戴好了口罩，翻墙入户，不请自来。面对一伙江湖好汉的突然来访，这户人家惊恐万分。双方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直奔主题。一方是想要通过自身武力不劳而获，
另一边呢，竭力保护妻儿老小以及金银财物。王建这一伙人最终劫掠而去，但是很快事情就败露了。官府下令要将王建、靳辉擒拿归案，两位江湖大哥惶惶不可终日，无奈之下只能躲在一处古墓之中。可是末了还是被抓捕，双双入狱，被关进了徐州的死囚牢。依照唐代的刑律规定，普通的偷窃罪未得财物施笞刑50，盗窃财物1尺至5匹以下施杖刑，满5匹徒刑1年，满40匹流放3千里，满50匹加1流，但全都罪不致死。如果是强抢民物，则要另当别论，只要构成抢劫，甭管抢没抢成，都是徒刑2年起步。得1尺徒3年，得10匹及伤人者处以绞刑，杀人者直接处斩。以史籍中的记载来分析啊，王建当时犯案很可能是造成了一定的伤亡，才会在被捕以后呢，投入了徐州的死牢。那么眼瞅着就要掉脑袋，王建啊求救于当时大牢中的牢头孟彦辉，发誓说如能救他一命，日后必有重谢。这孟彦辉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真就私自把王建和靳辉都给放了。后来的王建啊当了皇帝，也没忘了这段过往，专门派使者把孟彦辉一家接到成都，还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孟彦辉的儿子孟思公，封为驸马都尉。不过这都是后话了。侥幸逃生的江湖大哥王建，经过狱中生活的反思啊，接受了教训，果断决定放弃盗窃这一不入流的行当，领着手下一众兄弟转投到了更有前途的职业——贩卖私盐。可无论是盗窃还是贩私盐，都不是什么正经营生。一次机缘巧合呢，王建在武当山遇到了一位名为楚红的僧人，两人可能是偶然相遇，也可能是王建啊专程拜访。楚红对王建啊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年轻人啊，我看你骨相异常，贵不可言，何苦来自献为道啊？王建一琢磨，也是啊，年纪轻轻我干嘛不走正道呢？大好年华不能白白虚度。底层出身的徐州江湖大佬王建从此开始实现逆袭，这正是九言劝醒迷途事，一语惊醒梦中人。唐末乱世生灵涂炭的同时，也给了许多人改写人生的机会。从武当山归来的王建对老和尚楚红的一番话深有感触。时局动荡，民变四起，要么做大做强去造反，要么就当官军打反贼。富贵险中求，想要出人头地，怎么着你都得拿命来搏。在经过一番仔细的思量之后，他决定领着一众兄弟去投军。乾伏4年，民变领袖王仙芝黄巢率军围困了宋州，王建、靳辉等人啊跟随张自勉前往救援。两军交战之际，王建所乘的战马突然中箭栽倒，顾不上战马，王建跳起身再战，官军的攻势很快冲破了王仙芝黄巢的防线。王黄二人在损失了2000多人之后，撤去了对宋州的包围。战斗结束以后，小军校王建把被射死的战马大卸8块，蒸煮过后分给弟兄们饱餐了一顿。解剖的时候啊，在马的心脏附近发现了一条小蛇，大家全都感到很是惊奇。到了中和元年，天下板荡，黄巢大军攻入长安，唐僖宗李轩仓皇逃到了成都。晚唐宦官名将杨复光将中武军的8000精锐重新整编成了8个都，由陆彦宏、靳辉、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8人分领1000人担任都头，号称中武八都。很快，杨复光率领中武八都和当时还是黄巢手下大将的朱温大战于邓州的城外，结果是朱温战败，被迫弃城逃回了长安。杨复光绝对是个能人，在镇压黄巢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曾被唐僖宗任命为天下兵马都监，负责督责天下诸军，剿灭黄巢。长安城被官军收复之后啊，唐僖宗下诏晋封杨复光开府仪同3司、弘农郡公，
赐号资中挥武匡国平难功臣。遗憾的是，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荣耀，杨复光就病死在了河中的军营之中。没了主心骨的中武八都由陆彦宏率领前往巴蜀迎驾。可是陆彦宏这个人啊，个人的野心很大，名义上是迎接圣驾，实际上呢，一路上纵兵劫掠，所过屠城。行至山南西道的地面，陆彦宏啊，干脆不走了，赶走了山南西道的节度使牛旭，自称留后。唐廷很快默认了陆彦宏的兵变，正式任命陆彦宏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陆彦宏这个人疑心很重，心胸狭隘，能共患难却不能共安乐，时常担心部下谋害自己，对王建和韩建这俩人最是猜忌。很快，原来的中武八都的王建、韩建、靳辉、张造、李师泰率领本部和陆彦宏分道扬镳，前往蜀中投奔了唐僖宗李轩。好久都没人拿皇帝这么当回事了，皇帝自然是很高兴，赐予巨万的同时，将王建等5人编为随驾武都，隶属大宦官田令孜的麾下。田令孜将几人收为义子，王建官拜卫将军。这一年，他已经年满37岁。中和5年，在成都4年之久的唐僖宗回到了都城长安。这个时候的长安城啊，经过官匪两方的轮番劫掠屠戮，已经是满眼的断垣残壁，到处长满了荆棘野草，甚至有狐狸和野兔出没其间。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稍为锦绣灰，天阶踏尽宫清谷。心情很不好的唐僖宗决定冲冲喜，大赦天下，改元光启。喜事儿没怎么见着，反倒干戈不止。大太监田令孜为了争夺河中的盐利，不惜与河中节度使王充荣刀兵相见。王充荣搬来了河东强藩李克用的救兵，田公公眼见打不过，带上皇帝和随驾武都的官兵，再次逃离了长安，跑到了凤翔。不久之后呢，又从凤翔逃亡到了蜀中。田公公说走就走的逃跑决策实在太过于仓促了，导致很多文武大臣被落在了凤翔。3个当朝宰相在前往成都的途中，不幸遭遇了一伙土匪，随身的金银细软、行李衣服，连大唐历代先皇的祖宗牌位都一并被抢了个精光。翰林学士杜让能，开国名臣杜如晦的后人，为了追上皇帝和田公公，连夜徒步了10余里，赶巧遇上一匹没有缰绳、没有主人的马。杜让能解下腰带，套在了马脖子上，一路跑到宝鸡，终于追上了大部队。在入川的途中，王建被唐僖宗任命为清道使，并负责保护玉玺。沿途的栈道多处遭到破坏，王建顾不上危险，拉着僖宗的坐骑，冒着烟火突围。一路上的颠簸让僖宗苦不堪言，实在累得走不动道了，就天当被地当床，枕着王建的大腿睡一会儿。因为感念王建的不离不弃，僖宗李轩特意将自己的玉袍解下赐给了他。銮驾抵达兴元之后，又命其遥领毕州刺史。僖宗的这一次拨迁，田令孜难辞其咎。由于担心自己会因此获罪，所以请求皇帝让他担任西川监军。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陈敬轩正是田令孜的亲哥哥。小时候家境寒微，只能卖饼为生。田令孜入宫当了太监，发达以后呢，一手提拔了他的哥哥坐镇西川。田公公退位让贤，朝中的大权开始由另一名大太监杨复恭所掌握。杨复恭就是咱们前面提过的杨复光的堂哥。由于担心旧势力无法驾驭，杨复恭将8名禁军将领全部外调。王建出为毕州刺史，由遥领改为了石寿。这一去好比猛虎归山，蛟龙入海。王建以毕州为根基，专门招募那些不守法纪之人，迅速有了8000之众为其效命。紧接着就攻下了阆州和利州。
此时三川的大致形势是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镇守在兴元，对王建敢怒不敢言。东川节度使顾延朗历来与王建交好，西川节度使陈敬轩人在成都，却对王建十分的忌惮。他很担心王建、顾延朗联手图谋西川，于是这陈敬轩问计于自己的弟弟田令孜。田公公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说王老八那是咱儿子呀，这人啊没什么坏心眼儿，之所以在山南那边作乱，很可能是被逼无奈，我这就给他写封信，保管他纳头来拜。收到义父来信的王建当着使者表现得很是高兴，他说早就想去拜见义父他老人家了，无奈身边琐事缠身，一直没有成行。这回好了，以后我们这伙人就为陈太师马首是瞻。送走了使者，王建把妻儿老小全都送到梓州，委托顾延朗帮忙照看。他自己呢，挑选了3000精锐赶赴成都。可是眼看着就要到成都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有人对陈敬轩建议说，见今之巨贼，吃视狼顾，专谋人国义，倘其极致，公以何等处之？比见雄心，终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将校喻之，是养虎自遗其患也。陈敬轩对自己的半吊子领导水平很有自知之明。听了这么一番话之后又开始惧怕王建进成都，于是下令沿途各州郡加强戒备，禁止王建通过。此时已经率军行至鹿头关的王建突然被拦住了去路，他表现得很是意外和失望，也非常生气。索性将计就计，过关斩将，夺取了汉州之后呢，兵临成都城下。陈敬轩当即就有些慌了，来到城头向王建喊话说大侄子，你为什么违抗命令，突然犯我边境啊？王建回话说，我在阆州一接到义父的信，就满心欢喜的赶来了。谁知到了义父家门口，反被拒之门外。如果再回去阆州，人家东川的顾延朗肯定会有疑心。现在您可是让我进退两难了。眼见事态严重，义父田令孜登上城头，好言相劝。王建一心要取西川，怎么可能还会在乎这本来就虚假的父子情谊呢？当下率领手下众将翻身下马，剃光头发，站在清远桥上，向成都城头齐齐下拜。古时候的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剃发表示的是父子恩断义绝。一番姿态做足之后，王建还不忘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向义父告别，今既无归，且辞阿父做贼矣。我现在无家可归了，再见了爸爸，我去当贼了。听闻王建和田令孜已经彻底翻脸，东川的顾延朗马上进发东川之众，与王建兵合一处，攻打成都。成都城防坚固，王建连攻3日无果，无奈之下只能退守汉州。没能拿下成都，但王建的兵锋日盛，大略西川，四处攻城略地，蜀中11州皆离其都，民不聊生。不久后的文德元年，唐昭宗李晔在长安继位。到了6月，昭宗任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用以顶替陈敬轩。接到命令后，陈敬轩是拒不服从，昭宗下令免去其一切职务，又命令韦昭度担任总司令，让杨守亮、顾延朗、王建等人共讨西川。这一仗一打就是3年，讨伐陈敬轩3年，聚兵10余万，却始终难以攻破成都。唐廷本来就焦头烂额，在蜀中耗了3年没有结果，再拖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大顺2年，昭宗又下令恢复了陈敬轩的官爵，让顾延朗和王建返回本镇。这个时候的王建已经通过蚕食成都周围的州郡而兵马壮盛，先后收割了琼州、简州、资州、嘉州、荣州、雅州、蜀州。我们从地图上也不难看出，这个时期成都周围的多数州郡已经归王建所有。陈敬轩和田令孜的境况很不乐观，朝廷在3年围城战后耗不下去了。可是对于王建而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一边上表请求继续讨伐，一边劝说代表唐廷的总司令韦昭度
说今关东藩镇迭相吞噬，此负心之机也。相公亦早归庙堂，与天子谋之。敬轩借玄耳，当以日月治之，则见可办也。那意思啊，就是韦大人您别盯着这块肥肉了，有我在呢，您就甭惦记了。王建该说的是说了，可是韦昭度犹豫不决。好几天过去了，愣是没有要走的迹象。看来韦大人啊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这样，那就没办法，只能用非人道的方式再帮帮他了。这一天，王建悄悄安排了几个人，以盗卖军粮为由，逮捕了韦昭度的一名心腹。随后呢，当着韦大人的面栾而食之，就是把人切成若干个小块，直接给生吃了。太残暴了，韦大人没见过这种阵仗，马上发布公文，让王建代理他所有的职务，并亲自将符节印信移交，然后即刻返回长安。王建表现得很是依依不舍，亲自相送了数十里，临别之际呢，更是默默无语，两眼泪，跪倒在韦大人的马前，举杯相送。十几天以后，韦昭度一行人前脚刚刚走出剑门关，跟在后面的王建的部下就关门锁关，再不许北方的兵卒入蜀。送走了韦昭度，王建开始加紧对陈敬轩和田令孜的攻势，环绕成都城修建了一道长达50里，由壕沟和烽火台构成的封锁圈。又过了几个月以后，城中粮尽，军卒士气低迷到了极点。已经穷途末路的田令孜再度来到城头，请来王建喊话说：老八呀，我过去待你不薄啊，何苦要把我兄弟二人逼上绝路啊？王建再度影帝上身，声泪俱下的说道：父子恩情岂敢相忘，可是身受皇命，我也是万不得已。倘若陈太师回心转意，我复何求啊？一番对话后，田令孜坚信这个时候出城投降，至少还能保命。于是呢，当天夜里亲自出城，向王建交出了西川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第二天一早，陈敬轩打开城门，迎接王建的大军入城。西川讨伐战正式结束了。大顺2年冬10月，唐昭宗李晔正式下诏，任命王建为西川节度使。话说这王建啊，从一任毕州刺史到坐拥整个西川，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没打下成都之前啊，他时常对将士们说：成都繁花似锦，城里边有数不尽的金银美女，一旦攻下城来，大家想怎么抢就怎么抢，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节度使的位子大家可以轮流来做。可是等到陈敬轩、田令孜投降了，在准备好进入成都之前，王建显然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召集全军的将领，宣布了一条命令，说这3年来啊，我们历经百战才拿下成都，你们的功劳我都记在心上，不必担心没有富贵，但是入城之后严禁烧杀抢掠。我已经任命张晴为马步斩斫使，大家都提醒一下手底下的弟兄们，犯了事让我逮着还有的活，被他抓着那可就两说了。张晴这个人是王建的河南老乡，在其军中啊属于许州一系的元老级人物，为人耿直，执法不讲私情。大军很快进驻成都，还真就有那么100多个人不听招呼，四处劫掠，被张晴一律处以极刑。他行刑的方式很特别，专打前胸，用不了几板子就能让人当场毙命。张晴由此得了个新的称呼，叫张打胸。这边王建大军秋毫无犯，脱胎换骨，暂且不表。咱们单说一下这成都城的原主人陈敬轩和田令孜。考虑到陈敬轩啊经营蜀地多年，田令孜当过10军阿父，王建把陈敬轩安置在了新津县，将田令孜奉养于碧鸡坊。2年以后，将陈敬轩以谋反的罪名问斩，田令孜也被缢杀在了死牢。对于蜀中一系的人们，只要确实有才干有气度的，一律得到了重用，甚至是高升。比如原梅州刺史徐庚，徐刺史啊是成都本地人，有2个女儿，皆为国色，自幼学习诗文，颇有文采。早些年呢，有相师给徐庚看相，说
不久后当得大富贵，接着又给2个女儿看相，相师说呀，青城山上有王气，每夜彻天已有一计，不出10年，当有真人承运为君。此2女皆有后妃之相，你将来的富贵也会由此而来。到了王建入成都，听闻这徐氏姐妹皆有倾国倾城的姿色，便将2人全部收入房中。后来的蜀国建立之后呢，分别封姐姐为淑妃，妹妹为贵妃。再后来前蜀亡国，这一对姐妹花也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唐朝在西南的军政地理设置啊，最初只有剑南道和山南西道。安史之乱之后，剑南道被分成了东西2个节度使辖区。当时的人们啊，习惯性的把东西2川和山南西道并称为剑南3川。王建拿下成都之后不久，东川节度使顾延朗病故，其弟顾延辉接管了东川。山南西道的杨守亮趁机发兵攻打东川的首府梓州。顾延辉形势紧急，只能求助于好邻居王建。本着乐于助人的态度，王建派出了麾下的大将华宏、李简、王宗侃、王宗弼前往东川救援。这4个人里边啊，华宏是河南颍川人，是跟随王建多年的中武军旧部，善养士卒，勇略过人，堪称当时西川的第1良将。西川4将连破敌军7座营寨，梓州之围也由此迎刃而解。王建早就有吞并东川的想法，这次救援啊，本来是计划趁机劫持了顾延辉，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王建的养子王宗弼把劫持的计划泄露给了顾延辉，东西2川就此反目成仇。景福元年，王建发兵进攻东川，藩镇之间同样没有永恒的敌友关系。顾延辉呢，又转头求救于杨守亮，2人联手对付王建。西川这一次啊，没讨到什么便宜，之前泄露计划的王宗弼也被生擒活捉。到了乾宁2年，凤翔的李茂贞等人进逼京师，河东李克用起兵擒王，趁着关中大乱，王建再度派兵进讨东川。麾下大将华宏大破东川，伏斩数万，兵临梓州城下。几个月以后，由于唐廷从中调和，王建再度撤兵，可是并没有放弃吞并东川的计划。又过了1年多，在乾宁4年，王建第3次大举进攻东川。梓州城在这一年的10月被攻破，节度使顾延辉兵败自杀。3川之地至此，王建已经兼有东西2川，只剩下一个山南西道。蜀中连续多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中原关中的藩镇之间也没消停。李茂贞和大宦官韩玄会把昭宗李晔挟持到了凤翔，汴州军的朱温以此为由围攻凤翔，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之际，王建在蜀中坐收渔利。天复2年，成功兼并了山南西道，进取3川之地。天复3年的8月，唐廷正式下诏封王建为守司徒，进爵蜀王。从讨伐黄巢的一名小校到雄踞3川的蜀中霸主，王建大致用了26年的时间。自取得西川开始，王建就留心政事，容纳直言，用人各尽其才，谦恭简素。王建自己虽然目不识丁，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啊尤为尊重，比如写有《秦妇吟》的韦庄，比如名士冯娟，都是因为王建本人的礼贤下士而得到了重用。可是与此同时，王建也多忌好杀，诸将中功劳名望比较显著的，多因事诛之。这其中啊，前面提过的华宏就是一例典型。华宏辅佐王建啊，夺取了3川，功勋卓著，期间被王建收为义子，改名为王宗迪。王宗迪骁勇善战而有谋略，深得人心，因此遭到了王建的猜忌。有这么一天，王建在成都啊新修了个城门楼，把门上的漆刷成了红色，成都的百姓啊都称之为华宏楼。这华宏和王宗迪的本名华宏同音，王建由此对其更加的猜疑，
随后不久呢，把王宗迪召至成都，莫名其妙的就把这位蜀中名将给杀了。临死前，王宗迪大喊：三蜀略平，大王听禅，杀功臣可以。他死之后啊，成都百姓自发罢市，军中将士连营提气，如丧亲戚。单以唐末五代而言，王宗迪并非第一个被君主杀死的名将，包括我们前几集说过的李存孝、狄叔从、朱桢，也都是这么个结局。但是这三位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罪名。朱桢是擅杀大将，李存孝呢是谋反，狄叔从是代人受过，而王宗迪却是纯纯的被冤杀，狡兔死走狗烹，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一转眼时间来到唐哀帝天佑4年，也就是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了后梁。蜀地的地方势力希望王建啊效仿刘备割据称帝，这与王建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毕竟要顾及声名，于是呢，首先联系了弘农王杨沃、晋王李克用、齐王李茂贞，发布檄文公告天下，高调宣称要共讨逆贼朱温。然后呢，又偷偷给李克用写信，很直白地表达了想要分别称帝的意愿，被李克用一口回绝。而后王建呢，又征询身边文武的意见，将佐们的想法相对统一，也很直接。他们希望王建立即称帝，理由是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大臣们当中唯一明确表示不赞成的是一直以来桀骜不驯的冯轩，他主张王建仍然以蜀王的身份称制，尽量做到一存故主，至少在道义上让人无话可说。一旦哪一天大唐复兴，不至于背负个僭越的骂名。最后呢，在韦庄的建议下，王建带着成都的官民为唐朝的丧亡连举了3日之哀。在907年9月25这一天，即皇帝位国号大蜀。从其主观层面而言啊，有至少4个方面是王建成功割据的关键。一是强悍的许州5人集团构成了王建武力夺取全川的骨干力量；二是蜀中的地方势力的支持，成为了王建割据成功的保证；三是重视发挥士人集团的作用，巩固了其政权的稳定性；四是注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劝克农桑，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该说不说啊，作为统治者的王建，他的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蜀国经过王建的治理，很快仓廪充溢，地富民饶。尤其是在那样一个乱世，蜀中相比中原，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乐土。当时的高僧贯休曾这样描写王建治下的蜀国：家家锦绣香劳熟，处处笙歌乳燕飞。韦庄在他的词里啊，也写下了当时成都的繁华：锦里蚕室，满街珠翠，千万红妆。军事强大，经济富足，使得王建有了割据一方的资本和底气，也是唯一被北方中原政权承认对等关系的南方政权。应该说，这个时期的王建啊，不是没有考虑过挥师北上，平中原，取天下，可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最终呢，只能选择偏安一隅。唐末的群雄当中，王建和朱温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其中一条就是不信任功劳名望过高的老将，喜欢重用资历较浅的新人。枢密使唐道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早在阆州的一次晚宴中啊，王建相中了一个跳舞的小鲜肉，这人啊长得是眉清目秀，很是惹人怜爱。王建很是喜欢，从此以后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服侍。这种关系啊，就像韩嫣之于汉武帝，董贤之于汉哀帝那种。这个小鲜肉呢，就是唐道习。王建称帝之后，对其宠信有加，让他担任枢密使，参与机密。称帝之时的王建啊，已是晚年。他的11个亲生儿子当中，长子宗仁因为身体残疾失去了继承的机会，次子宗仪虽然相貌丑陋，但是剑法精湛，有一些才能。
王建后来呢，就立当时只有17岁的王宗仪为太子，又依照旧例改名为王元英。此后对其着重培养，并授予了相对独立的军政权力。然而毕竟是岁数小，小王同志表现的有点年少轻狂，与朝中的勋旧新贵皆有结怨，最终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永平3年7月初6，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太子王元英召集诸王大臣饮宴。大部分的王公大臣啊欣然前往，只有王建的义子吉王王宗翰、枢密使潘翘、翰林学士毛文熙没有来。王元英认为啊，潘翘、毛文熙挑拨自己和吉王宗翰的关系，于是进宫向王建告状说潘毛二人在背后搞事情。王建理所当然的下旨贬逐了潘毛二人。本来事情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唐道习私下向王建构陷说，太子准备谋反，召集王公大臣啊，明面上是宴饮，实际上是想一网打尽，然后举事。老王同志啊，本来疑心就重，听了唐道习的话，将信将疑，躲在宫中闭门不出。唐道习借机请求调兵加强防卫，老王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个时候，小王在东宫听说了唐道习正在调集人马，脑门子一热，率先发难，先去抓了潘翘和毛文熙，囚禁在了东宫，又领兵攻击了唐道习所部。鲜肉堂很不幸中了流箭，然后呢就被抓住砍了脑袋。这个时候，潘翘的哥哥潘抗进宫面圣说，太子与唐道习争权而无他志也，陛下以面于大臣以安社稷。毕竟是父子，既然鲜肉堂已经死了，就没必要和太子决裂了。但是闹这么大动静，必须得有人负责。于是王建下旨讨伐所谓的作乱者，太子军中的核心人物徐瑶和常谦。老王这一出手，很快太子一党士气崩溃，四散奔逃。徐瑶战死，常谦呢和太子逃到了皇宫外面的龙跃池，藏身在了一艘船里面。第二天早上，饥饿难耐的小王出来向人乞食，被人认出来，呈报了官府。王建得报，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啊，马上命令吉王王宗翰去把太子带回来。不想过不多时，王宗翰回来禀报说，自己赶到的时候，太子已经被卫士们打死了。乍闻噩耗，王建怀疑是王宗翰因为和太子有矛盾，私下做了手脚。再一想，他自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突然悲从中来，嚎啕大哭。永平3年，发生在蜀国的太子王元英兵变事件，最后以宠臣唐道习被杀，太子本人也身死人手的结局告终。王元英没了，可是蜀国啊，不能没有储君。小儿子王宗衍长得很像汉昭烈帝刘备，方仪大口，垂手过膝，顾目见耳。他的生母徐贤妃深受宠爱，这孩子还很聪明，文采出众。于是在3个月以后，王建正式立11子宗衍为太子，为其改名王衍，让其执掌天子六军。前属光天元年，临终之际的王建安排王宗弼等4个义子作为辅政大臣，又安排了宦官宋光嗣为内枢密使。在为儿子搭建好权力格局之后，前属高祖王建撒手人寰，终年72岁。遗憾的是，他的儿子王衍啊，并非这场权力游戏当中的优质玩家，年少荒淫，宠信宦官，其母徐氏姐妹更是于深宫中大肆敛财，卖官鬻爵，直接导致了蜀中人心向背，三军不战，束手而降，最后被后唐的郭崇韬和李继吉所灭。前蜀政权前后一共存续了19年。王建本人早年素未尽忠，对于宦官专权啊，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建立前蜀之后，一直极力避免让宦官去掌权。可惜在王元英事件之后，由于对武将集团不信任等多方面的原因，改弦更张，逐渐推动了宦官集团控制禁军方阵，终于形成了前蜀政权的宦官专权。其路径几乎和唐朝啊如出一辙，最终内忧外患，无力回天。从这一层面而言，
也说明了唐朝政权经验的局限性，昭示了唐宋政治转型的必要和必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8集。如果喜欢，请帮我点赞。五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